为了一个市井出身的白月光，安保总裁做剧废了我拿教鞭的右手。说好护我一生的律师卜马，为了给那个女人洗白，用一纸联姻将我圈禁。他们以为身败名裂的我只能低头认命，我却在领证当天撕碎婚纱，签下生死状，奔赴九死一生的边境战区。半年后，我挽着野性桀骜的雇佣兵头子经验回国，而那个被他们捧在手心的白月光却当众爆出怀着野男人的种。曾经只手遮天的金圈大佬们双双崩溃，跪在暴雨里求我原谅。我冷笑转身，只等来2个绝望割腕的死讯。负责人看着我残废的右手，满脸错愕。林教授，微区全是亡命之徒，气候极端，在那边就算是最精锐的退伍雇佣兵也九死一生。面对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武装偷猎者，你一个做学术的大学教授，去了就是送命。我攥紧了毫无知觉的指尖，声音平静。我愿意顶替前天牺牲的那位队员的位置，哪怕是去做最危险的诱饵，我也绝不退缩。负责人看着我一身洁白的婚纱，欲言又止。今天不是你和裴大律师结婚的日子吗？眼眶酸涩的厉害，我强行把眼泪逼了回去，冷冷地说：劳您费心，婚我不结了。因为有我名下巨额的基金捐赠，加上那边实在缺人，组织最终批了我的申请。明晚的偷渡货轮，那是唯一进微区的路线。如果你能活着回来，林氏企业被燕家恶意打压的商业违规案，组织背后的基金会会出面担保平息。我惨笑了一下，鞠躬道谢。刚走出大门，我就看见燕景琛靠在我那辆黑色的越野车旁，指尖夹着烟。这车可惜看上了，觉得底盘高视野好，今天正好撞见。钥匙给我。那是他当年亲手改装，送我拿到博士学位的礼物。他曾说，这辆车只有我这种野玫瑰才配得上。现在他要把我的战车送给一朵菟丝花。我把钥匙扔在地上，转头就走。他在背后冷嘲热讽：都要结婚的人了，还跑来这种地方作秀，怎么想用这种低劣的手段逼我心软？你现在的名声，裴衍洲肯要你，就是你祖上积德，别作死，最后落得个没人要的下场。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那张爱了10年的脸，滚远点。他被我的态度激怒，上前一步死死捏住我的肩膀。林芝儿，别给脸不要脸，你现在这副样子真让人反胃。乖乖跟裴衍洲结婚，别再找可心的麻烦，否则我随便动点资本手段，就能让你在京北彻底混不下去。我挣脱他的手，打车回了林家，把助理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给了我哥。我哥气得砸了满墙的陈列柜，抄起高尔夫球杆就要去燕氏集团找燕景琛拼命。我死死抱住他的腰，双膝一软跪在碎玻璃渣上。哥，算了吧，我嫁给裴衍洲也不过是换个地方坐牢。我去微区，能帮林家洗清那些莫须有的商业调查，这也是我最后能为家里做的事了。看着我毫无生气的眼睛，我哥扔了球杆，捂着脸蹲在地上泣不成声。裴家的接亲车队按时到了，裴衍洲一身高定西装，笑得温文尔雅，仿佛真的是来救赎我的骑士。我连头发都没梳，穿着睡衣走了出去。当着2家亲友的面，我把那份厚厚的订婚协议砸在了他脸上。这婚我不结了，裴律师请回吧。裴衍洲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拽住我的胳膊，压着嗓子警告我：林芝，你别不识好歹，你名声臭成这样，除了我，谁还会帮你兜底？你想让林家因为你彻底破产吗？我知道你恨景琛退婚，但可心是无辜的，你大度一点不行吗？我心底泛起一阵恶心，冷笑着反问：你这么护着乔可心，为了防止我报复他，不惜拿自己的婚姻做筹码把我锁死。裴衍洲，你这么深情。他眼底闪过一丝慌乱，语气却更加严厉。你胡说什么？我是念在咱们2家世交的份上才拉你一把，你别把所有人都想得跟你一样恶毒。周围的宾客窃窃私语，全是在骂我不识抬举。我哥红着眼要冲出来赶人，被我拦住了。
燕景琛手眼通天的资本背景加上裴家的法务手段，现在的林家根本碰不起。就在这时，乔可欣开着那辆被燕景琛要走的越野车，停在了人群外。她穿着我昨天刚试过的那套同款高定礼服，眼眶红红的走过来。林教授，你别怪燕总和裴丽，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千万别因为跟我赌气，就错过了一段好姻缘呀！看客们的眼神越发鄙夷。裴律好心接盘，他还在这儿摆知识分子的清高架子。听说他还去纠缠燕总呢，为人师表，真够下贱的。裴衍舟立刻把乔可欣护在身后，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乔可欣突然捂着手腕，惊呼出声：“林教授，你手腕上怎么戴着我的手链？那可是燕总昨天才在拍卖会上给我拍下的。”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铂金手链，不可置信地看向裴衍舟：“这是你今早派人送来的，你说是结婚礼物？”裴衍舟移开视线，矢口否认：“我什么时候送过你手链？林芝，你身为大学教授，嫉妒可惜就算了，怎么现在连偷窃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那些恶毒的辱骂声如同潮水般涌来，我气急反笑，扯下那条手链狠狠砸向乔可欣的脸。一条破链子也值得我偷？乔可欣尖叫一声，顺势倒在裴衍舟怀里，哭得梨花带雨。今早只有林家的人去过燕家庄园，不是他偷的还能是谁？一辆黑色的防弹迈巴赫猛地停下，燕景琛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一把推开裴衍舟，将乔可欣搂进怀里。可欣，没伤着吧？他转头看向我，眼神如同看着一堆垃圾。林芝，你不仅恶毒，还手脚不干净，就当是施舍叫花子了，手链不用还了。我死死盯着燕景琛，我今早根本没去过。裴衍舟送来的东西，你却要扣一顶小偷的帽子在我头上。燕景琛，你们瞎了吗？他逼近我，用只有我们三人能听到的声音冷酷地说道：“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但我就是想让你认清现实。只要你让可心不痛快，我多的是手段，让你在京北生不如死。”我麻木地看着眼前这三个人，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原来爱一个人到了极致，连是非黑白都可以颠倒。不过没关系了，明晚过后，林芝就会在这座城市彻底消失。人群散去后，裴衍舟扯了扯领带，拉住我的手腕，语气里夹杂着一丝高高在上的烦躁。手链的确不是我买的，是可心见你没首饰撑场面，特意拿给我的。刚才那种情况，我要是说实话，可心不就成了众矢之的？他一个没背景的幼师，好不容易才在燕景琛身边站稳脚跟，你非要毁了他才甘心吗？反正以后咱俩搭伙过日子，你忍一忍，这事儿就翻篇了。我面无表情地甩开他。现在装什么理性？我说了，这婚我不结。他被我冷漠的态度激怒，一把将我推到墙上，死死掐住我的肩膀。林芝，你右手废了，连教鞭都拿不了，学术圈谁还认你？除了我，你还能嫁给谁？你想带着这身脏水给林家陪葬吗？我顶着压力娶你，你今天当众毁约，是在打裴家的脸。我被他按在墙上，疼得直冒冷汗，却突然笑出了声，眼泪混着笑声砸下来。这就是从小护着我长大的哥哥们。我冷冷地看着他，用尽全力吐出一个字：滚。他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摔门而去。当晚，我收拾了几件极简的冲锋衣和必需品，去买常备药时，我路过珠宝店，却透过玻璃橱窗看见了燕景琛和乔可欣。燕景琛正低头将一枚定制的钻戒套进乔可欣的手指，那枚原石是他当年在南非出差时特意给我寻来的，原本说好要镶在我的教授聘任书钢笔上。乔可欣余光瞥见了我，故意往燕景琛怀里缩了缩。景琛，这可是你当初为了林教授找的原石，给我做成戒指，他会不会生气啊？燕景琛低沉的声音透过门缝传出来。他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你比？我的东西，我想给谁就给谁。乔可欣冲我露出一个得意的笑，挽着他上了车。夜里，京北突降暴雨，我没有再犹豫，打车去了燕家半山庄园的地下车库。我用备用钥匙启动了那辆黑色的越野车，一脚油门撞开了起落杆，冲进了雨夜。值班的安保队长吓了一跳，追出来阻拦。我降下车窗，任由暴雨砸在脸上。跟燕景琛说，这辆车陪了我7年，现在他要送我最后一程，我林芝
去微区了。没过多久，还在会所喝酒的燕景琛接到了保镖的电话，他嗤笑一声，晃了晃手里的酒杯。微区，那个连拿枪的男人都活不下去的鬼地方，他一个连打雷都怕的女人敢去？不过那车可惜明天还要开，不能让他拿走了。他随手抄起车钥匙，冲进暴雨里，一路飙车追到了林家大宅。燕景琛把车横在林家大门前，狂按喇叭。林芝，你给我滚出来！别以为拿去威送死这种烂借口就能逼我妥协！你从小连个针眼都怕疼，装什么视死如归？我哥撑着伞从屋里走出来，眼神像一口枯井，死死盯着燕景琛。燕总回去吧，芝芝已经走了，她签了生死状，以后再也不会在你们面前碍眼了。燕景琛被我哥的眼神刺得心底莫名发慌，但他还是强撑着冷笑出声。林总也跟着妹妹一起演戏，您就这么一个宝贝妹妹，就算她现在名声尽毁，成了个废人，您舍得让她去那种地方送命？我哥握着伞柄的手被青筋暴起，声音嘶哑的几乎劈裂。我怎么舍不得？我妹妹被你们这两个畜生逼到身败名裂，去微区，对她来说才是庆幸。燕景琛盯着我哥，试图找出一丝撒谎的痕迹，可什么都没有。他猛地踹开林家的大铁门，径直冲向我的卧室。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没带走的学术奖杯散落一地。他慌了一瞬，回头怒吼：“他到底藏哪儿了？”就在这时，乔可欣和裴衍舟撑着伞赶到了。乔可欣踩着水洼跑过来，娇滴滴地抱住燕景琛的手臂。景琛，你别急，我刚才在后街看见林教授了，他开着那辆越野车，跟几个社会上的男人混在一起呢。那车我不要了，就当是给林教授的补偿吧。燕景琛眼底的慌乱瞬间被暴怒取代，他转头看向我哥，语气讥讽到了极点。林家真是好家教，为了躲避现实，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他拉着乔可欣往外走，路过裴衍舟时冷冷地说：“裴律，这种女人你还要接盘，我敬你是个汉子。”裴衍舟扯出一个僵硬的笑，看着他们离开。等院子里只剩两人时，裴衍舟才白着脸看向我哥。刚才燕景琛的人说他去了微区，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刚才其实看出乔可欣在撒谎，但他不敢拆穿。我哥连伞都没给他打，直接让保镖关门。想找他，自己去边境的无人区找吧。京北，以后再也没有林芝。门重重关上，裴衍舟站在暴雨里，心脏猛地一缩。第二天一早，他疯了一样冲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驻京办。当负责人把那份盖着鲜红印章的生死状复印件递给他时，他整个人瘫在了椅子上。怎么可能？他那只手已经废了，你们怎么能批他的申请？林教授说，他在京北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念头了，哪怕是去当诱饵，引开盗猎者，他也心甘情愿。裴衍舟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指尖抖得不成样子。他跌跌撞撞地开车去了燕景琛的庄园。一进门就看见燕景琛正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鸡汤，满脸狂喜。老裴，你来的正好，可心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裴衍舟眼眶通红，直接把那张生死状拍在茶几上。林芝真的去了微区，这是他的离境申请和生死状。燕景琛脸上的笑容一僵，扫了一眼那张纸，眼底闪过一丝烦躁。伪造的吧？他一个搞学术的，能有这胆子啊？老裴，你也是做律师的，怎么连这种把戏都信？裴衍舟嗓音发颤。我亲自去核实的，明晚的黑市货轮他已经上船了，而且那边最近武装盗捕分子极度猖獗。燕景琛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他就是躲在哪个犄角旮旯等我去求他。他要是真敢去微区，我把燕字倒过来写。他话音刚落，乔可欣突然捂着肚子倒在沙发上，痛呼出声：“景琛，我肚子好疼，我们的宝宝会不会有事？”燕景琛瞬间把灵芝抛到了九霄云外，抱起乔可欣就往卧室走。老裴，这事以后再说，可心的身体最重要。裴衍舟看着燕景琛的背影，攥紧了拳头。其实他拿到了乔可欣早期的体检报告，
时间根本对不上燕景琛，但他不敢说，怕刺激到这个女人。直到深夜，燕景琛才疲惫地走出来。裴衍舟把手机递给他，上面是燕家情报网刚刚截获的一条内部简报。危区边防突发严重火拼，志愿者车队遭遇武装袭击，死伤不明。燕景琛的脸色瞬间惨白，他猛地夺过手机，眼角的肌肉都在抽搐。他不会真在上面吧？他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刚拉开车门，乔可欣就穿着单薄的睡衣扑出来，死死抱住他的腰。景琛，你别走，我肚子还在疼。燕景琛僵在原地，一边是生死未卜的灵芝，一边是怀着孕的乔可欣。裴衍舟冷着脸夺过他手里的钥匙，你留下来照顾他，我去。裴衍舟咬着牙，不管花多少代价，我把他带回来。3天后，裴衍舟经历了数次盘查，终于抵达了危区最深处的前线营地。风沙漫天，血腥味和硝烟味刺鼻。他掀开最大的一顶医疗帐篷，却被眼前的画面定在了原地。我穿着沾满泥污的战术背心，虽然右手用不上力，但左手正帮一个满身伤痕的男人包扎。他低头看着我，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侵略性与纵容。林大教授，左手也这么利索？要是累了，剩下的让军医来。这男人是 V 区最令盗猎者闻风丧胆的雇佣兵头子贺廷。我连余光都没分给裴衍舟，只是用左手替贺廷打了个绷带结，语气极其冷淡。贺廷，伤口别沾水，这里医疗条件差，感染了神仙也救不活你。贺廷闷笑了一声，深邃的眼底闪过一丝促狭，由着我粗暴地处理伤口。京北来的大教授，哪怕废了一只手，这包扎的技术也比那群糙汉强。说着，他偏过头，目光凌厉地扫向僵在原地的裴衍舟，嗓音瞬间沉了下来。危区不留吃闲饭的废物。这位西装革履的大律师，是来这儿体验生活的，还是来送人头的？我拿过消毒湿巾擦了擦手，终于正眼看向裴衍舟。还不滚！这里没人跟你讲法律条款，也没有燕景琛的保镖团护着你，随时一颗榴弹就能让你悄无声息地死在无人区。裴衍舟眼底满是惊骇，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林芝，你怎么会跟这种刀尖舔血的雇佣兵混在一起？你可是拿过国家奖项的学者。我嘲弄地扯了扯嘴角，把带血的棉签扔进医疗废料桶。裴大律师，是你和燕景琛亲手把我这个学者逼上绝路的，现在又来装什么圣人？我转过身，连一丝多余的情绪都不想给他。回去告诉燕景琛，我林芝就算死在危区的沙尘暴里，也绝不会再踏瑞京北半步。贺廷摸到手边的一把开山刀，哼的一声拍在桌上，刀刃泛着寒光。裴衍舟被这股狠厉的煞气逼得后退了2步，他死死盯着我，眼底一片灰败，声音发颤。林芝，既然你在这儿活得下去，我暂且不逼你。哪天你撑不住了，随时打我电话，我和景琛来接你回家。我听着这迟来的施舍，只觉得可笑至极。替我转告他，10年的交情，在我的右手被废那天就已经死绝了。在那之后，我咬着牙适应了 V 区的极端环境，靠着出色的学术理论基础，帮贺廷的小队优化了反盗猎的追踪路线和诱捕方案。那些原本看不上我这个残废教授的雇佣兵，渐渐对我心服口服。贺廷更是把命交到过我手里几次。这个野性难驯的男人，用他最原始也最霸道的方式，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半年后，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在京北举办年度慈善晚宴，邀请我们作为特别代表出席。我想着借此机会处理掉名下剩余的资产。贺廷二话没说，扔下枪库的钥匙，换上西装陪我回了国。晚宴间隙，我嫌场内太闷，独自去露台吹风。刚拐过走廊，就撞见了挺着大肚子的乔可欣。她原本正在补妆，透过镜子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满脸讥诮地转过身。哟，这不是林大教授吗？去了危区那种死人堆都没折腾死你，命可真够硬的。我连正眼都没看他，绕开他准备回会场，他却不依不饶地跨出一步挡住我，眼里闪烁着胜利者的疯狂。装什么清高？你现在不过是个连粉笔都拿不稳的废人。看到我这肚子没？我已经赢了。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觉得无比荒谬。捡了我不要的垃圾，你确实挺有成就感。他猛地拔高了音量，涂着正红色指甲油的手抚摸着肚皮，笑得扭曲。你以为这肚子里真的是燕景琛的种？我目光微动，视线越过他的肩膀，看到了走廊拐角处2道僵硬的身影。半年没见，燕景琛和裴衍舟瘦得脱了相，眼眶深陷，西装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乔可欣背对着他们，
毫无察觉，得意洋洋地凑近我。实话告诉你，这孩子是我以前在酒吧陪酒时随便跟个野男人怀上的。我留在燕景琛身边，是为了他的权势和家产。我佯装惊讶。那裴衍舟呢？你怎么看他？他笑得花枝乱颤，连眼泪都挤出来了。裴衍舟就是个蠢货，我随便哭2句，他就以为我是被你欺负的单纯幼师。他们2个，一个动用暗堡势力帮我扫平障碍，一个用法律手段替我洗白身份，被我耍得团团转。真该让他们听听，他们拼死拼活保护的女人，怀着别人的野种。我勾了勾唇角，看着他身后那2张如丧考妣的脸，淡淡开口：幸好他们已经听到了。乔可心不屑地翻了个白眼：你少在这虚张声势。他漫不经心地回头，对上燕景琛那双几乎要吃人的猩红眼睛，吓得双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毯上。景琛、裴律，你们怎么在这儿？他脸色惨白，拼命往后缩。刚刚都是林芝逼我说的，我是为了气他才胡说八道的。燕景琛浑身发抖，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乔可心，你骗我，你拿假的报告单耍我！裴衍舟一言不发地冲上前，反手就是一个极为狠厉的巴掌，直接把乔可心扇得嘴角撕裂。这一巴掌是替林芝打的，紧接着又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是打瞎了眼的我自己。乔可心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裙摆下很快渗出了刺目的红。救命，肚子好痛！燕景琛，看在我陪了你大半年的份上，先救孩子。燕景琛从西装内袋摸出那把向来不离身的防身折叠刀，一步步逼近，声音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你和这个野种今天都得死。我冷眼旁观着这场极其丑陋的闹剧，内心竟然连一丝波动都泛不起来。燕景琛的刀最终没有落下去，因为裴衍舟死死抱住了他。2人狼狈地跌坐在地上，看着乔可心被赶来的安保人员抬上救护车，在血泊中绝望哀嚎。燕景琛红着眼眶，膝盖一弯，竟直直地朝我跪了下来。我堂堂燕氏安保集团掌门人，此刻哭得像个弄丢了全世界的孩子。芝芝，是我错了，是我被猪油蒙了心，你回来好不好？你的手我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你治，我用下半辈子给你赔罪。裴衍舟也颓然地跪在一旁，声音哽咽的断断续续：芝芝，只要你肯原谅我，裴家的一切都是你的，我帮你摆脱危区那个雇佣兵，我们重新开始，绝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平静地摇了摇头：太迟了，我的右手神经患死，这辈子都拿不起教片了。我身败名裂的时候，你们是递刀子的人，现在真相大白，你们的忏悔对我来说一文不值。至于贺婷，我眼神破天荒地柔和了下来。我早就爱上她了。燕景琛猛地抬起头，目眦欲裂。不可能！你一个大学教授，怎么会爱上一个满手血腥的亡命徒？他哪点比得上我？我理了理晚礼服的披肩，语气轻描淡写，却字字诛心。因为在危区最危险的雷区，他把我的命看得比他自己的还重。他会在物资最匮乏的时候，把唯一一口干净的水留给我。就像7年前的你们一样。燕景琛和裴衍舟瞬间僵住，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呜咽。话音刚落，贺婷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大步流星地穿过走廊。她自然地揽过我的腰，眉头微皱地扫了地上的2人一眼。林芝，跟这种人废什么话？基金会那边等急了。我冲她笑了笑，左手搭上她的手臂。走吧。临走前，我没有再施舍给那2人任何一个眼神。燕景琛，裴衍舟，我们这辈子始僧不复相见。当晚的航班，我和贺婷飞回了 V 区。1个月后，京北的新闻头版轰动了整个圈子。据说乔可心流产后因为子宫摘除彻底疯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那位只手遮天的商界大佬和律政精英，在林家大宅的铁门外淋了1天1夜的暴雨后，双双割腕自杀。救护车赶到的时候，2人已经没有了呼吸，他们的手里死死攥着我大学毕业那年送给他们的2支刻着名字的定制钢笔。他们在遗书里只写了同样的一句话：芝芝，对不起，如果有下辈子，我拿命给你铺路。京北的消息传到 V 区那天，我正在给贺婷擦拭新到的狙击步枪，我的左手已经越来越灵活，
甚至能熟练地拆解枪械。卫星电话响了，是我哥打来的。芝芝，燕景琛和裴衍瑜没了。我哥的声音透着一丝疲惫和难以掩饰的警惕。但事情没完，燕家和裴家的老爷子疯了，把两人的死全算在了你头上。他们联合了京北所有的资本，正在不计代价围剿我们林家的产业。燕老爷子甚至放话要买凶去威区绑你回来，让你跪着回京北给他们儿子守活寡。我擦枪的动作一顿，心底没有一丝波澜，只觉得无比可笑。那两个人活着的时候自私自利，死了还要给我惹一身骚。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这群人永远学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哥，你撑住，我马上动用我在海外的基金。另外，我认识几个国际反垄断调查局的朋友。话还没说完，一只带着粗茧的大手从身后伸过来，抽走了我的卫星电话。贺婷赤着上身，刚带队巡线回来，身上还带着浓烈的荷尔蒙和风沙的粗粝感。他一手揽着我的腰，对着电话那头语气慵懒却透着不容置疑的霸道。大哥，林家的事情交给我，你安心睡个好觉。明天一早，京北的天会变。挂断电话，我皱眉看向贺婷。燕氏安保集团和裴家律所在京北根深蒂固，不是靠武力能解决的。你别为了我惹上国际官司，不值得。贺婷低笑一声，粗糙的指腹捏了捏我的后颈，像安抚一只炸毛的猫。林大教授，在你眼里，你男人就是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莽夫。他拉开战术背心的夹层，拿出了一部没有任何标志的黑色加密卫星电话，当着我的面拨通了一个号码。是我。动手吧。京北燕氏集团的所有海外房务合同立刻中断。裴家律所涉及的几桩跨国暗箱操作，把证据全部递交给国际刑警。12个小时内，我要看到燕氏和裴家的资金链彻底断裂。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贺婷眼神冷厉，杀伐果断的气场在一瞬间爆发。没有为什么，他们惹了我太太，就该死。我震惊地看着他，直到第二天，国际金融新闻铺天盖地都是京北两大巨头家族涉嫌违规操作，被华尔街资本联合绞杀的消息，我才终于明白，贺婷根本不是普通的退伍雇佣兵，他是那个掌控着全球最大安保与防务体系，隐匿于暗处的顶级财阀，欧洲贺氏家族的唯一继承人。燕景琛引以为傲的燕氏安保集团，在贺婷的势力面前，不过是蚍蜉撼树。短短3天，林家的危机不仅解除，反而在贺婷的暗中保驾护航下，名正言顺地吞并了燕家和裴家大半的市场份额。燕家老爷子和裴家家主彻底慌了，他们终于打听到了贺婷的真实身份，竟然不顾年迈，连夜包机飞到了威区边境的短冲林地，死皮赖脸地求见我。漫天黄沙中，我站在铁丝网内，看着网外那两个曾经高高在上，如今却仿佛苍老了10岁的长辈。燕老爷子老泪纵横，隔着铁丝网向我深深鞠躬。芝芝啊，千错万错都是景琛的错，他已经拿命还了。看在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你让贺先生高抬贵手，给燕家留一条活路吧。裴家家主更是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沙地上。芝芝，兖州糊涂啊，但他到底也护过你一阵子，求你发发慈悲，撤销那些国际控诉吧。我冷冷地看着他们，想起我被赶出学术界那天，燕老爷子在电话里骂我不知检点，想起我右手被废时，裴家家主高高在上地说我现在是个残废，配不上裴家门楣，只能做小。两位长辈，你们大概老糊涂了。我举起那只毫无知觉的右手，冷笑出声。我的手废了，我的名声毁了。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说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怎么不说高抬贵手？你们儿子的死是他们咎由自取，现在你们失去的不过是身外之物，就受不了了。贺婷穿着一身迷彩作战服，叼着烟从我身后走来，她单手将我护在怀里，眼神如看死物般扫向往外的人。我太太心软，愿意跟你们废话，但我脾气不好。贺婷拔出腰间的手枪，子弹上膛的声音在风沙中格外清脆，杀意凛然。
滚出微区，再敢踏足半步，我让你们连收尸的人都没有。燕老爷子和裴家家主连滚带爬地上了直升机，像2条丧家之犬逃离了微区。京北的旧账至此彻底翻篇，但微区的风沙却未曾有片刻停歇。进入雨季的前夕，贺廷的情报网截获了一段经过多重加密的暗网指令。国际上最臭名昭著的武装盗猎集团毒刺集结了近100名雇佣兵，准备趁着即将到来的极端雷暴天气，对微区核心保护地带的藏羚羊和雪豹群进行一次灭绝性的屠杀。作战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老板，毒刺这次配备了重火力，甚至带了反装甲火箭筒和信号隔壁车。副队长咬着牙指着全息地图，加上雷暴天气，我们的空中支援和卫星通讯会全部瘫痪。这仗如果硬打，兄弟们会死伤惨重。贺廷面沉如水，只富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眼底翻涌着嗜血的冷意。哪怕战至最后一人，微区的防线也不能退。他嗓音低哑，透着决绝。通知下去，所有人写好遗书，领最高级别的战术装备。整个营地陷入了悲壮的死寂。我站在角落里，目光死死盯着那张全息地形图，脑海中我曾经做过的无数生态数据模型、动物迁徙路径以及气象动力学参数正在疯狂运转重组。不用写遗书。我推开会议室的门，在所有雇佣兵错愕的目光中，大步走到战术沙盘前。我用仅存知觉的左手拿起红色的激光笔，在地图的几个节点上圈出记号。硬拼是莽夫的行为，既然卫星会瞎，通讯会断，那我们就利用这场雷暴，给他们造一个天然的坟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如果半年前他们还会觉得我是在纸上谈兵，但现在经历过数次生死后，这群刀尖舔血的汉子对我早已深信不疑。我调出历年来的气象数据和地质勘探图，冷静地分析。毒刺有重火力，必然无法通过泥沼密布的东线，他们想在雷暴中快速穿插，只有走这道死亡峡谷。而根据气流压强计算，明晚9点，雷暴中心会精准覆盖峡谷上方，那里的岩层富含铁矿，强雷暴下就是个巨大的导电器。我转头看向贺廷，眼神锐利如刀。把我们所有的诱导发报机和金属假木枝全部部署在峡谷腹地，不需要我们开一枪一弹，大自然会替我们收割他们。副队长听得倒吸一口凉气，猛地一拍大腿。我的老天爷！林教授，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这是借天雷杀人啊！贺廷深深地注视着我，深邃的眼眸里燃烧着毫不掩饰的惊艳与骄傲。他走到我身边，粗粝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我苍白的脸颊，当着所有部下的面，将代表最高指挥权的战术通讯器戴在了我的耳朵上。听见了吗？贺廷环视四周，声音沉冷如铁。从现在起，林指挥官的话就是我的军令，违令者，军法处置。是。震耳欲聋的应答声响彻营地。那一刻，我低头看着自己残废的右手，眼眶微热。燕景琛毁了我的手，以为能折断我的翅膀，可他永远不会懂，一个真正学者的强大，从来不在于能不能握住一支钢笔，而在于他不可替代的大脑。次日深夜，雷暴如期而至，狂风卷挟着沙石，整个 V 区仿佛被拉入了世界末日。我和贺廷坐在防弹指挥车内，死死盯着屏幕上微弱的热成像信号。毒刺的主力车队果然如我推演的那样，为了避开外围的泥石流，一头扎进了那条富含铁矿的峡谷。进入伏击圈，我按下通讯器，声音在雷声中沉稳如冰。开启所有诱导发报机。高频电磁信号直冲云霄，下一秒，令所有人终生难忘的画面出现了。漫天狂雷如同长了眼睛一般，受到峡谷底部金属信号的疯狂牵引，化作数十道粗壮的紫色雷柱，轰然砸向毒刺的车队。连环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不可一世的国际盗猎团伙，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摸到，就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打击下灰飞烟灭。指挥车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贺廷一把将我按进怀里，滚烫的吻落在我的发丝上。林大教授，你简直是个奇迹。不仅如此，在这场战役的后方监控室里，还坐着一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特派观察员。他亲眼目睹了我如何用极端精确的数理模型和生态学知识，主导了这场零伤亡的防御战。雷暴平息后的清晨，那位白发苍苍的特派员激动地握住我的左手。林教授，您的学术才华在这片荒野上得到了最极致的证明。我代表联合国环境规划员，正式邀请您担任国际濒危物种保护智库的首席战略分析师。您关于极端气象与生态防御的实战模型必须发表在下一期的 Nature 头版。
我站在初升的朝阳下，看着远处被洗刷干净的雪山，释然地笑了。我的右手虽然无法再写出娟秀的板书，但我的名字将以另一种更为震撼的方式，重新刻在世界学术的最高峰。3年后，瑞士日内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年度峰会，聚光灯下，我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白色西装，从容地站在主讲台上。大屏幕上播放着我主导的 V 区极端生态防御系统的最终模型。我用左手拿起触控笔，在全息投影的协议书上流利地签下 Lindsay 的名字，字体遒劲锋利，比我曾经的右手字迹还要透着一股经历过生死淬炼的凌厉。台下掌声雷动，前排坐着的皆是各国政要、环保巨头和顶尖学术泰斗，而在掌声中，我却在后排的边缘角落看到了一个局促不安的身影。会议结束后，我在 VIP 走廊里被那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拦住，他满脸堆笑，额头和鼻尖上全是冷汗。林首席，我是京北大学前校董会的王副主席呀，您还记得我吗？当年您在学校……我停下脚步，冷眼看着他，我怎么会不记得？当年就是他收了燕景琛的好处，不问青红皂白，带头将我从我最热爱的讲台上赶了下去，甚至剥夺了我的实验室使用权。王副主席有何贵干？我语气淡漠，连一丝愤怒都吝啬给他，仿佛在看一件没有生命的死物。王胖子搓着手，姿态低到了尘埃里，声音因为极度的讨好而微微发颤。林首席，当年是我们有眼无珠，受了燕景琛那个混蛋的蒙蔽啊！京北大学现在的生态学项目因为丑闻资金链断裂，被国际学术界联合抵制。听说您现在手里捏着全球环保基金的最高审批权，您看在母校的情分上，能不能……母校？我轻笑了一声，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王先生，我的母校是教书育人、探求真理的净土，不是资本和权力的走狗。当你们为了讨好权贵，将一个被诬陷的学者扫地出门时，你们的学术脊梁就已经断了。现在的京北大学生态系不配拿基金会的1分钱。王胖子脸色煞白，绝望之下还想上前拉扯我的衣袖，却被几名身材魁梧的外籍特勤保镖毫不客气地反剪双手，按在了墙上。走廊尽头，贺婷穿着一身手工定制的黑色西装，在一群欧洲财阀大佬和政要的簇拥下大步走来。她身上的野性被昂贵的布料妥帖包裹，却在举手投足间更显出一种杀伐决断的上位者压迫感。她径直走向我，自然而强势地牵起我的左手，目光如看死尸般扫过王胖子。林指挥官的时间很宝贵，不是什么垃圾都能放进来的，扔出去。王胖子被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出了会场。他直到此刻才真正意识到，那个曾经任由他们拿捏踩在脚底的孤女，如今已经站在了他连仰望都看不到顶峰的位置。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死的死，疯的疯，苟延残喘的，也只能在泥沼里仰望我的光芒。清了场后，贺婷低头看着我，冷厉的眉眼瞬间化为一汪深邃的柔情。她伸手拨开我额前的碎发。累不累？基金会晚宴的无聊清酬，我让副总去顶了。走，带你去个地方。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拉上了那辆防弹迈巴赫，一路开出了日内瓦市区，直奔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处私人雪山庄园。推开沉重的雕花大门，我瞬间愣在了原地。庄园广阔的雪地平原上，停着一辆崭新的纯黑色越野车，那是全球仅此一辆的军工级定制版，底盘极高，装甲厚重，宛如一头蛰伏在冰雪中的钢铁巨兽，比燕景琛当年送我的那一辆还要狂野，还要桀骜。而在车前盖上放着一个黑色的丝绒盒子。贺婷牵着我走过去，在零下10几度的雪地里，单膝跪了下来。她没有拿钻戒，而是打开了那个盒子，里面静静躺着一支暗银色的定制战术钢笔。这支笔的金属是从威区那场雷暴中毒刺雇佣兵融化的武器残骸里提炼出来的。贺婷仰头看着我，深邃的眼底倒映着漫天星光和血色。它沉重、坚硬、百折不摧，就像你，我的林芝。他握住我的左手，将那支笔虔诚地放在我的掌心。林大教授，右手拿不起的，左手一样能书写传奇。我贺婷的命，我的忠诚，我的整个帝国都归你。嫁给我，好吗？雪花落在冰冷的金属上，我握紧了那支沉甸甸的战术钢笔，眼泪终于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这眼泪不是委屈，而是释然。我将钢笔妥帖地别在西装胸前的口袋里，然后用左手拉住贺婷的领带，迫使她仰起头，重重地吻上了她的唇。好，我嫁。我们的婚礼没有选在欧洲的古堡，也没有选在海岛沙滩，而是回到了 V 区的腹地。那天没有繁琐的婚纱，
我穿着一身贺婷亲手为我设计的白色高定战术风衣，脚踩军靴，头纱在粗犷的狂风中肆意飞扬。观礼的有国际援助组织的代表，有全球顶尖的生态学泰斗，更有微区几百名身姿挺拔、整齐列队向我们庄严致敬的救援队兄弟。整齐划一的对空鸣枪声响彻云霄，这是属于我们的礼炮。我站在越野车的车顶，贺婷替我戴上一枚由陨石打磨而成的钻戒。她看着我，眼底是翻涌的狂热与虔诚。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曾经在京北试穿那套繁琐婚纱时的绝望与窒息。那时候，我以为婚姻是一座坟墓，是裴衍舟用来圈禁我的牢笼。而现在，我的爱人给了我整片旷野，让我做回了真正的带刺的野玫瑰。婚礼后的一周，一段从日内瓦精神病院流出的视频在京北的圈子里小范围传开。视频里，骨瘦如柴、头发枯黄的乔可欣正被2个护工按在轮椅上，强行喂药。病房那台老旧的电视上，正巧转播着我代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在全球直播中发表演讲的画面。画面里的我，从容、耀眼、高不可攀，身旁站着如修罗杀神般护卫着我的贺婷。护工嘟囔了一句：“同样是女人，人家林首席能改变世界，你却只能在这里发疯。”原本呆滞的乔可欣听到林字，突然剧烈地挣扎起来。她死死盯着屏幕上我胸前别着的那支暗银色钢笔，突然发出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那是景琛的，那是裴律的，他们去哪儿了？他们说要保护我一辈子的。她疯狂地抓挠着自己的脸，直到鲜血淋漓，最终在极度的绝望和疯癫中被注射了镇定剂，彻底沦为一具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看完情报部门递来的这段汇报，我平静地按下了删除键。燕景琛、裴衍舟、乔可欣，这3个曾经将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的名字，如今在我心里连一丝涟漪都无法惊起。他们就像是我漫长人生路上踩过的一滩烂泥，恶心过，但太阳一出，泥水干涸，风一吹便什么都不剩了。我没有时间再去恨，因为我的人生才刚刚走向真正的巅峰。次年春天，由我发起贺氏财团全资注资的野玫瑰国际生态与反盗猎学院，在微区边境正式挂牌成立。这里不看出身，不看背景，只招收全世界对自然保护有着极致热爱的天才，以及愿意用生命捍卫这片土地的勇士。开学典礼那天，我站在讲台上，台下坐着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面孔。我举起左手，用那支战术钢笔，在黑板上流利地写下了第1堂课的板书。转身时，我看到了站在礼堂最后一排的贺婷，她依然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慵懒地靠在门框上，冲我挑了挑眉，眼神中满是纵容与骄傲。林院长，讲得不错。我勾住他的脖子，轻声说：“贺先生，投资这座学院砸进去上百亿，你不心疼？”心疼什么？他低头咬了一下我的耳垂，霸道而深情。只要是你想做的事，哪怕是买下整个地球，贺家也出得起。更何况，这可是我太太的江山。我正要回话，办公室里代表全球最高危事件的红色警报器突然疯狂闪烁起来。与此同时，贺婷的加密卫星电话也响了。他接起电话，眉宇间的笑意瞬间收敛，重新变回了那个冷血肃杀的雇佣兵之王。S 区极寒地带。贺婷挂断电话，看向我，眼神凌厉。一支国际极端武装组织劫持了一艘载有绝密远古冰川毒样本的科考船，联合国请求我们介入。我松开他的脖子，眼底的柔情瞬间被绝对的冷静与锋芒取代。我抓起椅背上的战术外套，左手熟练地将钢笔插回口袋。我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嗜血而自信的弧度。集结小队，是时候去教教这帮亡命徒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了。S 区极北冰川，狂风卷夹着暴雪，气温逼近-40度。联合国的破冰指挥船上，气氛冷硬得像一块冻结的铅。前方10海里处，被黑海武装组织劫持的科考船停泊在一片巨大的浮冰区，船上不仅有30名人质，更有着一旦泄露足以引发全球灾难的远古病毒样本。目标船只已经被布置了高密度感应炸弹。联合国联合行动指挥官面色铁青，绝望地看着屏幕。他们要求释放几名国际重犯，否则就在1小时后引爆科考船。贺婷一身极地战术迷彩，正在低头检查重型狙击枪的机械结构。他冷厉的目光扫过屏幕，随后越过众人，稳稳地落在我的身上。林指挥官，他声音低沉沙哑，却透着绝对的信赖。破局点在哪儿？在冰层之下。我走到战术沙盘前，左手飞速在控制台上调出该海域的洋流数据和冰层厚度扫描图。从水面和空中强攻确实是送死。我指着全息投影上一处被标记为红色的深海断层。但黑海的人不懂极地热力学，科考船停泊的这块浮冰
正处于一股隐蔽的地热暖流上方。我抬起头，眼神锋利如刀。贺婷，带水下爆破组潜入这道断层。我要你在这个，还有这个坐标点，精准安装定向热熔炸药。指挥官大惊失色。林教授，炸碎冰层会让科考船直接沉没，病毒依然会泄露。不会沉。我死死盯着数据跳动的屏幕，语气斩钉截铁。精确的热力爆破会让冰层产生跷跷板效应，爆炸产生的瞬间巨大气泡和冰层断裂的杠杆力会将科考船的船尾瞬间抬高30度，破坏炸弹的水平感应度，同时让甲板上的武装分子失去平衡。这就是你们唯一突入的黄金3秒。30分钟后，我坐在指挥台前，戴着战术耳机，双手甚至没有任何颤抖。曾经连拿粉笔都会觉得无力的右手，此刻安静地垂在身侧，而我的左脑和左手正操控着一场涉及全人类安危的微操。到达指定坐标，爆破组就位。耳机里传来贺婷沉稳的心跳声和水下呼吸声。30秒倒计时。我看着屏幕上代表着贺婷小队的绿点，声音冰冷而精确。洋流速 2.4， 微调 C4 角度，向左偏转2度。收到。10、9、8、3、2、1，起爆！沉闷的巨响从深海传导至海面，破冰指挥船都随之剧烈摇晃。大屏幕的监控画面中，奇迹般的一幕发生了：厚达数米的冰层在精确的热力计算下，并没有碎裂成齑粉，而是以一种极其诡异的角度断裂、翘起。巨大的浮力气泡冲破海面，重达1000吨的科考船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猛地推了一把，船尾瞬间高高翘起。甲板上原本严阵以待的黑海雇佣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失重感掀翻在地，连防空武器都滑落进了冰海。而那些水平感应炸弹因为倾斜角度的急剧变化，瞬间进入了安全锁死状态。就是现在！随着我的一声令下，贺婷如同破冰而出的黑色蛟龙，带着突击队借着翘起的冰块直接跃上甲板，枪声大作。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单方面屠杀。失去了阵地优势和炸弹筹码的恐怖分子，在贺婷这尊杀神面前，如同待宰的羔羊。控制主控室，病毒样本安全，人质零伤亡。当贺婷带着粗喘的声音从通讯频道里传来时，整个联合国指挥大厅爆发出了掀翻屋顶的欢呼声。白发苍苍的指挥官激动得热泪盈眶，冲过来想要拥抱我，却被我身后的外籍保镖礼貌挡开。林教授，您再一次拯救了世界。您的左手计算出的是上帝的方程式。我淡淡的笑了笑，摘下耳机，转身走向甲板。极夜的寒风中，远处的科考船上火光闪烁，一架接应的黑鹰直升机正盘旋在半空。贺婷单手抓着绳索，从天而降。她身上还带着硝烟和冰水的冷冽气息，却在落地的瞬间，大步朝我走来，一把将我紧紧拥入怀中。周围的联合国官员和士兵们纷纷自发的鼓掌，甚至有人脱下军帽致意。在这个属于顶尖智商与极致武力的战场上，我们是并肩作战的王。我太太真棒。贺婷低头，灼热的嘴唇印在我的额头上。刚才计算爆破点的时候，害怕吗？我摇了摇头，伸手抚摸着她坚毅的下颌线，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看向无垠的冰川。只要你在我视线里，我就永远不会输。5年后 ，V 区野玫瑰国际生态与反盗猎学院，落日的余晖洒在广袤的红土地上，将远处的雪山染成了一片金黄。我站在院长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操场上正在进行越野障碍拉练的新生们，他们眼神明亮，朝气蓬勃，充满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办公桌上放着联合国刚颁发的全球杰出和平与生态防卫勋章，以及刚刚出版的由我全英文署名左手书写的学术巨著。门被推开，贺婷穿着一身休闲的黑色衬衫走进来，岁月的沉淀让她身上的野性更加内敛，却也更加深邃迷人。她手里端着一杯温热的牛奶，熟练地走到我身后，将我圈在怀里。贺太太，该下班了。她低沉的嗓音在耳畔响起。今晚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直升机已经准备好了，去日内瓦看极光。我顺从地靠在她的胸膛上，目光落在了自己右手上那道狰狞的旧疤痕上。很多年前，在一个暴雨倾盆的京北雨夜，我以为这道疤痕是我人生的终点，是我身败名裂的耻辱烙印。那时的灵芝被最爱的哥哥们背叛，被青梅竹马未婚夫当作弃子，被曾经发誓要保护我的男人亲手推下地狱。但现在，这道疤痕只是我传奇勋章上最微不足道的一笔点缀。我没有去报复那些烂人，因为苍鹰从不在乎脚下的蝼蚁如何腐烂。我只是走得更高更远，站到了一个他们倾尽几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巅峰。我转过身，
用完好的左手勾住贺婷的脖子，踮起脚尖吻了她一下。不去了，就留在微区吧。这里有风沙，有野兽，有我的学院。我看着他温柔如水的眼睛，轻声宣告。还有，我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战利品。贺婷轻笑出声，将我打横抱起，大步走向夕阳下的旷野。我叫灵芝，一朵在绝境中被彻底碾碎，却在风暴眼中新重生，最终让整个世界为之仰望的带刺的野玫瑰。S 区任务结束后，我和贺婷返回 V 区，本以为能喘口气，卫星电话却在凌晨3点炸响，是我哥打来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芝芝，妈她被人从楼梯上推下去了，现在还在 ICU 抢救。谁干的？燕家旁系和裴家那几个漏网的堂兄弟，他们联合了当年被你开除的那几个学术败类，买通了医院的护工。我哥咬牙切齿，爸的商业违规案虽然平反了，但那些人一直觉得是你害死了燕景琛和裴彦志，要你偿命。贺婷从我手里抽走电话，对着那头沉声道：大哥，保护好叔叔，12小时内我会把人送到瑞士的贺家私人医院。至于动手的人……他挂断电话，眼底翻涌着冷厉的杀意，转头看向我。交给我。我摇了摇头，站起身，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从未用过的文件。那是我离开京北前委托国际刑警组织秘密调查的燕裴两家海外资产洗钱网络的完整证据链。当年我只动用了其中一部分，剩下的原本是想给那2家留条活路。不必杀人，我把文件推到他面前，让他们烂在监狱里，比死更难受。贺婷接过文件，扫了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林大教授，你狠起来比我这个拿枪的还绝。3天后，国际刑警组织同时在全球6个国家展开抓捕行动，燕家和裴家最后的残余势力被连根拔起，那几个买凶伤人的堂兄弟在试图偷渡出境时落网，主犯被判了25年，从犯最低也是10年。而我的父亲在瑞士经过2次手术后，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我飞到医院时，老人已经能勉强坐起来了，他拉着我的左手，老泪纵横。芝芝，爸以前只知道让你忍让，是爸糊涂。你那只手还疼吗？我蹲在床边，把脸埋进他粗糙的掌心。不疼了吧？真的不疼了。因为我早就不是那个需要靠别人怜悯才能活下去的灵芝了。同年秋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给我发来一份绝密邀请，他们要组建一支全球生态安全快速反应部队，专门应对因环境破坏引发的地缘冲突、武装盗猎以及极端组织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的恐怖活动。我被任命为这支特殊部队的首席战略指挥官。贺婷得知消息后，在学院的停机坪上等我，她靠在直升机的舱门边，手里把玩着那枚我送她的对戒，眼神意味不明。我白了他一眼，径直登上直升机。贺先生，你的雇佣团是全球生态安全部队的第1特约作战单位，退役申请书我已经替你撕了。他大笑出声，跟着跳进机舱，一把将我拽进怀里。知我者，林之也。这支部队的训练基地就设在 V 区，与野玫瑰学院毗邻。第一批学员是从全球各国特种部队中选拔的精英，他们不仅要学会怎么开枪，更要学会怎么读懂风向、水文、动物行为，以及如何在极端环境中用最小的代价完成最精准的打击。而我用左手在黑板上写下第1堂课的标题时，所有人都沉默了。那节课的标题是：当人类成为这颗星球最大的威胁，我们该保护什么？课后，一个来自非洲的年轻军官走到我面前，红着眼眶说：林指挥官，我家乡的象群被偷猎者用毒全灭了。如果早10年有你这样的老师……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现在也不晚。窗外，贺婷正带着他的雇佣兵小队进行实弹演练，枪声在山谷中回荡，像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雷鸣。2年后，我站在日内瓦万国宫的演讲台上，面前坐着来自190多个国家的代表。大屏幕上播放着全球生态安全快速反应部队成立以来的战绩，成功阻止了7次由武装盗猎集团策划的大规模屠杀，协助17个国家瓦解了利用濒危物种走私进行恐怖融资的犯罪网络，在北极圈内以0伤亡的代价，从极端环保恐怖分子手中夺回了足以让全球海平面上升半米的冰川溶解装置。而最新的项目是野玫瑰学院与麻省理工合作研发的人工智能生态预警系统。我左手敲出的核心算法，被科学杂志称为21世纪生态保护领域最伟大的突破。演讲结束，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
我站在聚光灯下，胸前的战术钢笔在灯光下折射出暗银色的冷光。台下的角落里，贺婷依然穿着黑色风衣，靠在墙上，冲我遥遥举了举手里的保温杯，里面装的是他给我泡的枸杞水。这么多年了，他还是那个会在物资匮乏时把唯一一口干净水留给我的男人。只是现在他不用再省给我了，因为整个微区最先进的净水系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会后，我拒绝了所有晚宴邀请，跟着贺婷连夜飞回微区。直升机降落在学院的操场上时，已经是凌晨2点。极地的寒流刚刚过境，夜空中挂满了碎钻般的星辰，风沙停了，整个世界安静的只剩下彼此的心跳。贺婷从机舱里拿出一个保温袋，里面是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红糖糍粑。你上次说想吃，我让人从川西空运来的糯米，厨房的老赵试了7次，才做成这样。他递到我手里，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捧着那碗糍粑，在零下的夜风里愣了很久。灵芝啊灵芝，你前半生给人当了10年的傻子，后半生却换来一个愿意为你学做甜品的亡命徒，值了。我咬了一口软糯的糍粑，抬头看着他。贺婷，明天陪我去京北一趟。他的眉头瞬间皱起。去那破地方干什么？我擦了擦嘴角的糖粉，淡淡道：我想去看看燕景琛和裴衍圈的墓。贺婷沉默了几秒，没有问为什么，只是伸手揽过我的肩膀。好，我陪你去。京北的深秋，银杏叶落了满地，2座墓碑并排立在墓园最偏僻的角落，杂草丛生，显然很久没人来祭拜了。碑上刻着的名字，曾经是京北最耀眼的2颗星。我把手里那束从微区带来的沙棘花放在碑前，这种花耐旱耐寒，根系深扎，哪怕在荒漠里也能开出倔强的黄色。我蹲下身，用左手拂去碑上的落叶。燕景琛，裴衍周，我不恨你们了，不是因为原谅，是因为我早就没有恨你们的资格了。你们活在泥里，我活在云端。你们死了，我还活着，而且活得比你们想象中好10000倍。我站起身，贺婷从身后环住我的腰，把下巴抵在我的肩窝上。说完了。说完了。走吧，今晚的航班回微区，明天还有新学员的入营仪式。我最后看了一眼那2座墓碑，转过身，再也没有回头。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仿佛能一直延伸到这片土地的尽头，而尽头是我亲手建立的王国。我是灵芝，一个曾经被踩进泥里，如今让世界仰望的女人。我的右手废了，但我用左手改写了规则。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死的死，疯的疯，坐牢的坐牢，而我站在这个世界的最高处，俯瞰着曾经想把我推下深渊的每一张脸。风沙依旧，但我的旷野早已繁花似锦。